致我最温柔、一去不复返的韩青，来。你说你这脸在哪边？这边。这么红，亏你还出得了门啊！我人生头一回，老婆跟我叫板了。我的未婚夫，他不接我的电话，跑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彩虹之前就提醒过我，可是我呢，居然笨到去相信冬雨的谎话。苏东林就很滑头，他弟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好不好？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手，而是迎刃而上，携手共进，现在会不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啊？男友分很多种，有的是大山小山，辛苦一点，坚持一点就可以爬得过去了。就好比韩青他爸妈，但你爸妈的难度系数对我来说，那是一整个地球啊！那我想要撬动他的话，我得活到外太空才行啊！说实话，那时候你对我真好，每天背着名牌包包，天天屁颠屁颠的到食堂帮我打水啊、打饭啊，我都觉得好不真实。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喜欢上我？这家里又怎么可能会同意呢？为什么不行呢？我当时都已经为你那样了，我都跌到尘埃了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呢？你出手太大方了，你动不动就帮我买衣服，就买超贵的东西送给我，把我打扮得油头粉面的，我寝室的哥们儿都笑我是吃软饭的。你还记得那一年学生会组织春游吗？我凉鞋坏了，你把你的鞋借给我穿，结果你自己光着脚在山上走了一整天。那时候咱们都还不认识呢。还有一次，我要帮你削水果，你坚持不让我削，结果你自己削着，你看手上全是口子。不过你当时还安慰我，说还好是你不是我，不然我就得疼哭了。夏风，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？爱过，我爱你，因为连我当时的自己都没办法爱上自己，你居然爱上了我。那我们要是重新开始呢？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我们都这样了。哎，我们的人生都过了一小半了，还谈什么来不来得及啊？
就像我手里的这杯烈酒，第一口喝是神奇，第二口是美好，第三口喝是平常，第四口是回来了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我喝了点酒。丽丽，那天晚上我们喝多了。没什么，我愿意。你愿意？我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你觉得你进得了我的家门吗？丽丽，你订婚，我已婚，我们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希望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来。怎么？怕韩青知道？是。韩青她是一个好妻子，这件事令我觉得心中有愧，对不起她。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我们之间又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。但是精神出轨也是错啊。难道你不想让它发生吗？真的不想？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的。好，但那天晚上是因为我们心情都不好，就当是互相慰藉吧。知道吗，夏风？假如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说昨天的事情不算数，这样的生活值得过吗？凡是你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情就是算数的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都在你生活中烙下了一笔。你的现在就是所有的昨天组成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就想知道，我和他相比，谁更值得你爱？韩青，我什么都给了你，你还是觉得他比我好吗？他给了我婚姻，给了我家庭，给了我一个孩子。当年我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你俩的婚姻，他父母不同意。你的儿子跟着外公姓韩，这种委屈你也受得了吗？丽丽，如果我现在跟韩青离婚，马上跟你求婚呢，你会答应吗？很难是吧？要顾虑的事情有很多，对吧？这就是成年人。我们生活的世界，考虑的东西早已经变了，不可能像我们大学时代那个样子那么单纯。丽丽，你是一个好姑娘，也很能干，但你不是真的爱我。
你只不过是在这场较量里面你没有赢到而已。不要太在意这些了。在你内心深处，你很明白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女孩了？你有理想，而且很远大。只不过你的理想跟我没有关系，也不可能把我包含在内。丽丽，我很真诚地请求你，放过韩青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在一个单位，马上就要共用一间办公室了。韩青他没有什么坏心眼儿，你不要为难他。为难他？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个恶毒的巫婆，随时随地都要为难你的白雪公主，是吧？夏风，你真的了解韩青吗？一个女人话少安静，这并不代表她没有攻击力的。没有，她真的没有。我之所以同意她出来工作，不是因为我自私，而是我太了解她了。她这个人太善良，太单纯了。到了水深火热的职场，不懂得你死我活的伎俩，最终只会落得个伤痕累累。你看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还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不想她重蹈覆辙。丽丽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答应我。好吧。谢谢。这是你借我的钱，5万块，连利息一起还给你。不用了，我手头上正好有现金。再说你一个人也不容易，拿着吧，钱多防身啊。夏风，再见。夏风，夏风。我今天去商场遇到你们娱乐部的 Julia， 她说最近你跟丽丽在社内斗争得很厉害啊。没有斗争，就是有点不和谐。我说的话你全当耳边风了，不要惹丽丽，惹上她你只有吃亏的份儿。你是新人，她是老编辑，虚心一点，不要锋芒毕露啊。夏风，有件事情关乎你的自尊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你知道你工作怎么丢的吗？你那200万的广告大单，是郭丽丽打电话让人转给陈爽的，还说我单纯没心眼。我再怎么单纯都不会认敌为友。不可能啊！陈爽亲口告诉我的。那就一定是陈爽诬陷。丽丽又不缺钱，她没有必要这么做。陈爽这个人最狡猾了，我走的那天打过他，他自然对我怀恨在心呢。他知道我跟丽丽的关系不错，就趁机嫁祸给丽丽，然后挑拨你们的关系嘛。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是吧？丽丽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嘛！到现在你还替她说话啊？你们俩关系真是够铁的。江澄澄专访 ，Maggie 让我跟丽丽公开竞争，一人各写1篇。她明明知道你是我老公，居然让你写稿。哦，这就叫友谊，这就叫师兄妹。我看这应该叫不遗余力的破坏他人婚姻吧。哎，你们俩关系真的挺不一般的啊。说吧。你除了帮他写稿以外，你还帮他干嘛了？你怀疑我？是啊，你怀疑我，我还怀疑你呢。少在那边给我转移话题。你跟 Angel 是不是有一腿？你们在裸心堡是不是上床了？别以为你们眉来眼去，我没有看到啊！没有 Angel 撑腰，你能一步登天吗？那 Taurus 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是本市最大的时尚刊物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连我都被挤出来了。你一个毫无资历的家庭主妇，你凭什么一帆风顺、步步高升啊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为什么，连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荒谬！夏风，问问你自己的良心，你这种无休无止的猜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啊！我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跟孩子，
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凌晨2点才睡觉。我加班加点，拼命工作，家务活我一样没有少做过。论资历我不比你差，论学历我是双学位，论专业我比你更懂时尚，我比你更懂经济。论写作，我第一次稿件就上了头版。我也遇到过老板挑剔，我也遇到过同事的刁难，但是我没关系。我也想要升职，我也想要提拔，我做这一行我当然想要成功。哦，这个人是你的话，那就是踏实肯干，凭本事吃饭。到我这儿呢，那就是勾引老板，靠姿色起家。夏风，别人这么说我无所谓，但是这个人是你，你不支持我，不鼓励我就算了，你还讽刺挖苦打击我，你不觉得你这种逻辑很恶心吗？你别给我闲扯淡，搞男人就是搞男人，别在我面前说什么搞事业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事业？事业是男人搞的，你就是一个搞男人的女人。我跟他同一年分到广告部，每次我拉的订单都比他高，也许他是嫉妒吧。这个小子之前透露过好几次想要追求我的意思，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估计怀恨已久，这件事情你要好好跟韩青解释解释。他根本就不信。我记得我离开托尔斯那天，你还来找过我，你问我需不需要你帮忙找工作。如果真的是你干的，犯得着说这些话吗？更何况后来你还借了我这么多钱。丽丽，你一直是帮我的，我心里明白。可是韩青，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他了。自从他去托尔斯上班，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哎，我在托尔斯干了几年，都没像他在那边干了1天变化大，好不好？有些女人啊，在受到诱惑之前就是一张白纸，可一旦诱惑出现了，就什么颜色都出来了。你的老婆呀，最近跟我们的 Andrew 走得很近呢。怎么？很受伤吧？知道吗？自从 Maggie 知道 Andrew 喜欢韩青之后，就处处夸他能干，还推荐他做娱乐部的总监呢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像 Andrew 这样的富家公子，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有见过？别的不说，就说娱乐部，单身女人一大把，个个都比韩青年轻时髦，怎么就看上韩青了呢？何止是看上，还一见钟情呢。你知不知道，韩青的英文名就是 Andrew 给起的，叫 Amber。Andrew 去世的未婚妻也叫 Amber， 如果不是喜欢，一定不舍得把这个名字让给他叫吧。夏风啊，你这个老婆真的不简单。刚进娱乐部就处处与我作对，什么都要跟我抢。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放过他，不然以我的脾气，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。我了解韩青，他也不是那种会争斗的人，他对你构不成威胁的。你真的是太小看他了，绿帽子戴在头上，还替他说话。丽丽，江澄澄的稿子，你明知道是韩青在跟你竞争，你还找我帮你写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过分，是他更过分，好吧？一个新人屁股都没有坐稳，就处处想要表现，逮着机会就抹黑我。夏风，我警告你，如果韩青再挡我的道，或想踩着我上位，那就是与我作对。到时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别，大家都是好同学，当年都是一个寝室的，这至于吗？